5年搬磚攒下老婆本，我偏要买全村嫌弃的死人坑魚塘。未婚妻衰屆離去，村霸冷眼嘲諷，所有人都笑我瘋了。沒人知道這口被唾棄的破塘底下藏着改寫我一生的驚天秘密。趙雅的聲音尖利的刺耳，她指着我的鼻子，當着所有人的面，买個死人坑，你想拉着我一起要飯？陳浩，你是不是瘋了？如果你今天非要買，我就跟你分手。我跟他解釋，小雅，這魚塘有別的用處，買了絕對能賺錢。這是我從一個老前輩那裡聽來的秘密，魚塘底下有東西。他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個無可救藥的垃圾。賺錢？這臭水溝子裡面連活魚都養不了，你拿什麼賺錢？我趙雅要的嫁的是能給我好日子的男人，不是一個沒有腦子的廢物。村霸王強開着他的奔馳過來了，停在趙雅身邊，車窗搖下來，王強叼着煙，一臉戲謔地看着我。10萬買個死過人的臭水溝子，難怪小雅會嫌棄你。小雅上車，今後跟着哥，帶你吃香喝辣。趙雅看都沒再看我一眼，拉開車門就坐了進去。寶馬車揚長而去，捲起一陣塵土，噴了我一臉。村民的嘲笑聲更大了。真是個傻子，拿老婆本買個死人坑。趙雅跟了王強，那才是聰明人。我站在原地，臉上火辣辣的，心裡比那塘裡的黑水還冷。我沒說話，只是默默地把那10萬親手交到了魚塘原主人的手裡。他拿到錢如釋重負，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個活菩薩，又像看一個傻子。他轉身就跑，好像生怕我反悔。我一個人站在那片死寂的魚塘邊，直到天黑。當晚，趙雅的朋友圈發了她和王強的親密照，配文是告別錯的才能和對的相逢。我沒理會，也沒時間理會。我租來一台大功率水泵，接上電，把管子扔進魚塘，馬達轟鳴，黑色的臭水被一股股抽出來，排向遠處的荒地。村裡人遠遠看着，都說我徹底瘋了。我守着水泵抽了整整1夜。天快亮的時候，魚塘的水終於見了底，剩下的是厚厚一層黑色的淤泥，散發着令人作嘔的腥臭。我穿上防水褲，拿着鐵鍬，深一腳淺一腳地走了進去。淤泥很深，最深的地方能沒過我的膝蓋。就在魚塘的正中心，一棵歪脖子柳樹的倒影下面，我開始挖。淤泥又黏又沉，每一鍬下去都要用盡全身的力氣。挖了大概半米深，碰到了一個硬物，我心裡一跳，扔了鐵鍬，直接用手往下刨。很快，一個棕色的陶罐口露了出來，我心跳得厲害，手都在抖。我小心翼翼地把周圍的淤泥全部清理乾淨，一個完整的封着口的陶土壇子就這麼出現在我面前。我找了塊石頭，對着壇口的封泥狠狠砸了下去，砰的一聲，封泥碎裂，一股混合着泥土和金屬的氣味撲面而來。我朝裡看去，借着月光，我看到了滿滿一壇整整齊齊碼放着的金燦燦的東西，那是一根根長條形的金條，民國時期硬通貨，小黃魚。我抓起一把，沉甸甸的冰涼的觸感從掌心傳來，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全都煙消雲散。我對着空無一人的魚塘笑了，然後我把壇子重新封好，用防水布裹得嚴嚴實實，藏進了我那輛破舊的3輪車裡。做完這一切，天已經大亮了。我開着3輪車沒有回家，直接往城裡去。我不敢去我們縣城的金店，怕走漏風聲。我直接去了省城，找了一家看起來最氣派、最正規的金行。經理把我請進貴賓室，戴上手套，用專業的工具一根根檢驗。最後，他給了我500萬。我拿着那張銀行卡走出金行的時候，腿還是軟，陽光照在身上，我卻感覺像在做夢。我在省城最好的酒店開了個房間，結結實實的睡了一覺。醒來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銀行存錢，給自己留了5萬現金。然後我回了村。我回到村裡時，已經是第2天下午。我的3輪車停在村口，立刻就有人圍了上來。他們看我的眼神充滿了同情和憐憫。陳浩，想開點兒，不就一個女人嗎？就是，那10萬就當餵狗了，以後好好幹，還能掙回來。我沒理他們，我直接去了村委會，找到了村長。我告訴村長，我要把我老家的那幾畝薄田，還有周圍的幾片荒地，全都包下來。村長以為我受了刺激，說胡話，他勸我冷靜冷靜，別再折騰了。我沒多說，直接從包裡拿出一沓現金，拍在桌子上，整整20萬塊，這是承包土地的定金。村長的眼睛當時就直了，他愣了半天，才結結實實地問我是不是發財了。我告訴他，我中了彩票。這是我早就想好的說辭，不然沒法解釋錢的來源。村裡人信了，畢竟除了中彩票，誰也想不出我這種窮光蛋能一夜暴富。合同很快簽好，第2天我就貼出告示，招工，清理魚塘，平整土地，1個月300塊，管一頓午飯，3000塊。在當時我們那個小村子，一個壯勞力出去打工，1個月累死累活也就掙這麼多。現在在家門口幹活還管飯，這條件太誘人了。告示一貼出去，整個村子都轟動。之前那些嘲笑我、看我笑話的村民，一個個都擠到我家門口，臉上堆着笑。耗子，你看我這身力气，清魚塘最合適了。常浩啊，咱們都是一個村的，你得優先考慮我啊。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谄媚的嘴臉，心裡沒什麼波瀾。我讓想幹活的都排好隊，一個個登記，人手很快就招滿了。第二天，村西頭那片荒廢了多年的地方就變得熱火朝天，幾十號人一起動手，效率高得驚人。毒魚塘的淤泥被一車車拉走，換上了新土，塘底鋪上了專業的防滲膜，又引來了山上的活水。短短半個月，那口人人嫌棄的死人坑就變成了一汪清澈見底的碧波。我從外地買來上好的魚苗放進去，同時承包下來的土地也平整好了。我種上了果樹、蔬菜，還圈了一塊地，養起了散養的土雞。我給我的農莊取名叫原生態農莊。我的計劃是把它建成一個集垂釣、採摘、餐飲於一體的休閒場所。魚塘最先開放，我打出廣告，按小時收費，釣上來的魚可以按斤買走。沒想到生意異常火爆，城裡的人一車一車的來，就為了體驗一下釣魚的樂趣。很快我就賺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桶金。這筆錢雖然不多，但意義非凡。它證明了我的路走對了。靠着賣金條來的啟動資金，我的農莊像滾雪球一樣越做越大。我不斷投入，擴大規模，修建了通往農莊的水泥路，蓋起了漂亮的木屋餐廳，還請來了縣城大飯店的廚師。不到1年時間，我的原生態農莊就成了全縣最有名氣的地方。周末和節假日，農莊門口停滿了各式各樣的小汽車，比縣政府門口還熱鬧。我成了村裡甚至鎮上遠近聞名的陳老闆。當初那些嘲笑我的人，現在見了我都得恭恭敬敬地喊一聲浩哥。那些當初搶着來我這裡幹活的村民，工資也從3000漲到了4000。他們都說跟着我算是跟對人了。我媽也成了村裡最風光的人，她走到哪裡都有人奉承，她每天都樂呵呵的，逢人就誇我出息了。只是她從來不提趙雅，我知道她心裡有根刺。當初她是最滿意趙雅的，覺得她漂亮、嘴甜，一心盼着我倆早點結婚。後來我倆鬧掰，她還偷偷去找過趙雅好幾次，想勸她回心轉意，當然都沒用。趙雅自從跟了王強，就再也沒回過村裡。我只在別人的閒言碎語裡偶爾聽到她的消息，聽說王強給她買了車、買了包，帶她出入各種高檔場所，她成了朋友圈裡人人羨慕的名媛。我以為我們這輩子都不會再有交集了，直到我的農莊正式開業那天。那天我請了舞龍舞獅隊，擺了幾十桌宴席，宴請八方來客，縣裡的領導都來了好幾個，給我剪彩，場面非常隆重。我穿着新買的西裝，站在門口迎接客人，我媽就站在我旁邊，笑得合不攏嘴。就在剪彩儀式馬上要開始的时候，意外發生了，一輛出租車瘋了似的衝到農莊門口，一個急剎車停下，車門打開，趙雅紅着眼睛從車上衝了下來，她身後還拖着一個人。我定睛一看，才發現趙雅拖着的是我大伯母。而我媽看到趙雅，臉色瞬間就變了。趙雅根本不管門口的賓客，径直衝到我面前。她身後，我大伯母也跟着跑了过来，一把抓住我媽的胳膊，哭天搶地：“你妹呀！你快管管你兒子吧，他要逼死雅雅呀！”我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搞懵了。大嫂，你這是幹什麼？出什麼事了？趙雅沒說話，只是哭得梨花帶雨，肩膀一抽一抽的。她那副樣子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媽被大伯母的哭喊和趙雅的眼淚弄得心慌意亂，她轉向我，眼神裡充滿了困惑和不安。耗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雅雅怎麼來了？我還沒來得及說話，趙雅就開口，她的聲音帶着哭腔，卻字字清晰，足以讓周圍所有人都聽見。陳浩之所以有錢建這個農莊，根本不是中了什麼彩票，而是在外面借了高利貸。他拿我的身份證做抵押，借了整整300萬。現在債主找上門了，逼着我還錢。如果還不上，就要到法院起訴我，讓我身敗名裂。他一邊說一邊哭得更兇。他說債主找不到我，就找到了他，因為我是他前男友。債主還找到了我大伯家，因為我留着緊急聯繫人是我大伯的電話。現在我大伯已經被債主扣下了，說不拿錢就剁手。這番話說得有鼻子有眼，繪聲繪色，周圍的賓客全都驚呆了，議論聲四起。我媽的臉瞬間變得慘白，她死死地盯着我，嘴唇都在哆嗦。耗子，他說的是真的嗎？我看着他，心裡一陣發冷。這是我媽，她竟然會懷疑我，就因為趙雅幾句漏洞百出的謊話。我搖了搖頭，不是。我的否認在當時的情景下顯得那麼蒼白無力。我媽根本不信，她被300萬貸款這幾個字嚇破了膽。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進我肉裡。她像是瘋了一樣對着我嘶吼，然後她揚起了手，啪的一聲，一個響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我臉上，還是那半邊臉和當初趙雅用戒指砸的位置一模一樣，嘴角瞬間就破了，一股血腥味在口腔裡彌漫開。我媽指着我，氣得渾身發抖。你不僅要逼死小雅，你還要逼死我啊！這一巴掌比趙雅的戒指疼100倍，疼的不是臉，是心。趙雅看到這一幕，眼底閃過一絲得意的光，她假惺惺地跑過來，扶住我媽，幫她順氣。阿姨，您別氣壞了身子，這事兒不能全怪陳浩，他也是想賺錢想瘋了。他一邊說，一邊用眼角的餘光死死地盯着我身後不遠處辦公室裡那個巨大的保險櫃，那裡頭放着農莊的流動資金和各種重要文件。他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其實這事兒也不是沒法解決。他抹了抹根本不存在的眼淚。阿姨別氣，
讓他把農莊過戶給我弟，這債我幫他背。我聽笑了，真是好大一張臉，空手套白狼套到我頭上來了。就在這時，門外傳來一陣騷動，我那個應該被債主扣下的大伯，正帶着我堂弟在農莊的養殖區裡瘋搶散養的土雞，一邊抓一邊還嚷嚷着。這是我侄子的，就是我的，拿幾隻雞抵債怎麼了？好一出雙簧，我擦掉嘴角的血，看着眼前這醜陋的一家人。我媽還在哭，趙雅還在演，大伯還在搶。我平靜地拿出手機，撥通了報警電話，然後我走到農莊的大門口，當着所有人的面，哐當一聲，反手鎖死了大門。所有人都愣住了。我回頭看着趙雅那張驚愕的臉，冷冷地開口：“在警察沒來之前，所有人都不准離開。”大門一鎖，農莊裡頓時炸了鍋。趙雅的臉色瞬間從楚楚可憐變成了驚慌失措。她沒想到我敢報警。陳浩，你瘋了！你報警抓你媽媽！他試圖用我媽來綁架我，我媽也愣住了。她停止了哭泣，難以置信地看着我。浩子，你這是幹什么？我沒有理會他們。我大伯還在養殖區那邊撲騰，聽到動靜也跑了過來。看到大門被鎖，他急了，他衝過來拍打着鐵門，對我破口大罵：“陳浩，你個白眼狼！你發了財就不認親戚了？開門，不然我把你破農莊給砸了！”一些被堵在裡面的賓客也開始騷動，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只覺得晦氣。我拿起門口的擴音喇叭，聲音不大，但足夠清晰。各位來賓，實在抱歉，今天農莊混進來了幾個騙子，正在上演一出敲詐勒索的戲碼。為了大家的安全，暫時封閉一下，警察馬上就到，很快就能處理好。我這話一出，趙雅的臉徹底白了，她衝過來想搶我的手機，被我輕易躲開。警察來得很快，警笛聲由遠及近，停在了農莊門口。我打開小門，讓2名警察進來。我指着趙雅、我大伯和我堂弟，簡單明了地說明了情況。警察同志，這幾個人以我借了300萬貸款為由，脅迫我媽，企圖詐騙我的農莊，並且公然搶奪我的財產。趙雅立刻反駁：“你胡說，我是在幫你，是你借了錢不敢承認。”他就是怕還錢。警察同志，你們別信他的。警察看了看他們，又看了看我，表情很嚴肅。其中一個年長的警察問我：“你說他們詐騙有證據嗎？”有。我帶着警察走進了我的辦公室，當着所有人的面，我打開了那個趙雅一直盯着的保險櫃，裡面沒有成堆的現金，只有一沓沓厚厚的文件。我拿出了我的公司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以及最重要的我的銀行流水。我把銀行流水遞給警察。警察同志，這是我公司賬戶和個人賬戶從成立至今所有的資金往來記錄，每一筆錢的來源和去向都清清楚楚。我有沒有借過300萬，一看便知。我又拿出另一份文件。這是我當初購買魚塘和承包土地的合同以及支付憑證，我所有的啟動資金都來源於我個人合法的積蓄，跟任何貸款都沒有關係。我說的個人積蓄當然指的是賣金條的錢，但我早就做好了賬目，天衣無縫。警察一頁一頁翻看着，臉色越來越凝重。趙雅徹底慌了，她嘴唇哆嗦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大伯也傻眼了，他沒想到我準備的這麼充分。警察看完文件，抬頭看着趙雅：“這位女士，你剛才說他借了300萬貸款，請問債主是誰？”“沒有。”“借條在哪裡？你們之間有任何轉賬記錄嗎？”“也沒有。我是聽別人說的。”“聽誰說的？”他啞口無言。事情到這裡已經水落石出，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警察合上文件夾，語氣變得非常嚴厲：“趙雅、王富貴、王小軍，你們涉嫌敲詐勒索和造謠誹謗，請跟我們回派出所接受調查。”我大伯一聽要被帶走，當場就軟了，抱着警察的腿求饒。趙雅也哭了，這次是真的眼淚，充滿了恐懼。我媽站在一邊，從頭到尾目睹了這一切，她整個人都像是被抽空了，靠在牆上一動不動。她終於明白，她被當成了槍使，而她用這把槍狠狠地傷了自己兒子的心。警察沒有理會他們的哭鬧，直接把人帶走。一場鬧劇終於收場，開業典禮是辦不成了。我向所有賓客道歉，承諾改日一定補償。客人們陸續離開，看我的眼神裡多了幾分同情和敬畏。很快，偌大的農莊只剩下我和我媽，還有一地的狼藉。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們之間隔着一道深深的裂痕，那道裂痕就是剛才那個耳光。人去樓空，農莊裡安靜的可怕。我媽靠着牆，慢慢滑坐在地上，她看着我，嘴唇動了動，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她的眼神裡充滿了悔恨、羞愧和痛苦。我沒有去扶她，我只是默默地開始收拾殘局，把被我大伯他們弄亂的桌椅擺好，把地上的垃圾掃掉。我臉上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但我感覺不到，心裡的傷比這個疼多了。我媽就那麼看着我，眼淚無聲地往下掉。過了很久，她才沙啞地開口：“浩子，媽錯了。”我手上的動作停頓了一下，沒有回頭。你沒錯，你只是更相信一個外人，而不是你的兒子。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那麼多錢，我怕你出事，所以你就打我。我終於轉過身看着他，當着所有人的面，為了一個騙子打你的兒子。我媽被我問得啞口無言，她捂着臉泣不成聲。我看着她花白的頭髮，心裡也不是滋味。我知道她不是壞，她只是蠢，被親情和恐懼蒙蔽了雙眼，輕易的就成了別人手裡的刀。但我無法輕易原諒。那個耳光打掉的不僅是我的尊嚴，還有我們母子之間最基本的信任。你先回去吧。
我不走。他忽然站起来，抓住我的胳膊。耗子，骂我一顿都行，你别不理妈呀。我甩開他的手。我累了，想一個人待會兒。我的冷漠讓他徹底絕望了，他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我，最後1步3回頭地走了。他走後，我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農莊裡，看着這個我一手一腳建立起來的王國，卻感覺不到一絲喜悅。家人的背叛比任何商業上的失敗都更讓人心寒。接下來的幾天，我把自己關在農莊裡，誰也不見。派出所那邊傳來消息，趙雅和我大伯他們因為情節嚴重，構成了敲詐勒索未遂，被拘留了15天。這個消息在村裡引起了軒然大波。我那些親戚像是捅了馬蜂窩一樣，一個個都找上了門。他們不是來道歉的，是來興師問罪的。帶頭的是我二叔，他堵在農莊門口，指着我的鼻子骂：陳浩，你還有沒有良心？那可是你親大伯，你怎麼能把他送进警察局？就是，不就是拿了你幾隻雞嗎？至於嗎？你現在有錢了，了不起了，連親戚都不認了。一群人七嘴八舌，說的都是同樣的話。在他们眼裡，我錯了，我不該反抗，不該報警，我應該乖乖的讓他們占便宜，讓他們吸血，因為我們是親戚。我看着他們一張張貪婪又無恥的嘴臉，忽然覺得很可笑。我走上前，打開了門，他們以為我服軟了，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二叔清了清嗓子，擺出長輩的架子。這就對了嘛，趕緊去派出所把你大伯他們領出來。另外，你表弟快畢業了，你這農莊不是缺人嗎？給他安排個經理當當。三姑趕緊接話，還有我女兒，讓她來管財務，自家人信得過。他們已經開始明目張膽地瓜分我的農莊了。我看着他們，想讓我撤案可以，他們眼睛一亮，想來我這上班也可以。別以為我不知道，這些年我媽私底下給你們貼了不少東西。我之所以選擇閉一隻眼，那是因為看在我媽的面子上。現在你們想跟我提條件，就先把這些東西一分不少的還回來。我的話像一盆冰水，澆滅了他們所有的幻想。他們愣住了，隨即惱羞成怒。陳浩，你六親不認，你會遭報應的。我懶得再跟他們廢話，直接關上了大門。門外是他們氣急敗壞的咒罵聲。我靠在門上，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從今天起，這些所謂的親戚和我再無關係，斷絕了和那些吸血鬼親戚的來往。我的世界清靜了不少。農莊的生意在經歷過開業那天的風波後，非但沒有受到影響，反而更火了。很多人都是抱着好奇心來的，想看看這個敢把親大伯送進警察局的陳老闆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們來了之後，發現我的農莊山清水秀，飯菜可口，服務周到，一來二去就都成了回頭客。我的事業蒸蒸日上，只是我和我媽的關係依然僵着。她每天都來農莊，不進門就在門口遠遠地看着，有時候會給我帶些她自己做的飯菜，托農莊的員工轉交給我，我收下了，但沒吃。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她。半個月後，趙雅他們被放了出來。趙雅出來後，第一時間就來找我了。她是在一個傍晚來的，我正在魚塘邊檢查新安裝的增氧設備，她就那麼悄無聲息地出現在我身後。她瘦了，也憔悴了，沒有了之前的囂張和光鮮。她穿着樸素的衣服，臉上沒有化妝，看起來倒有幾分當初我們剛認識時的清純模樣。陳浩，她輕聲喊我，我回頭看到是她，眉頭立刻皺了起來。你來幹什麼？我是來跟你道歉的，對不起，那天是我鬼迷心竅，是我不對。我看着他沒說話。道歉？如果道歉有用，還要警察幹什麼？他見我沒反應，急了，上前一步想拉我的手，我躲開了。他的手尷尬地停在半空中。陳浩，我知道錯了，你原諒我好不好？他開始哭，眼淚又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往下掉。我跟王強已經分了，他就是個騙子，他根本沒那麼有錢，他的寶馬車都是租的。他知道我沒能拿到你的農莊，就把我甩了。我現在什麼都沒有了，工作也丟了，名聲也壞了，我只有你了。他說着，撲通一聲跪在了我面前。陳浩，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我知道你心裡還有我們回到以前，我給你好好過日子，我給你生孩子。我看着跪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趙雅，心裡沒有一絲波瀾，甚至覺得有些惡心。回到以前，他是怎麼有臉說出這句話？當初他把戒指砸在我臉上，坐上寶馬車揚長而去的時候，怎麼沒想過回到以前？當初他帶着我媽和大伯來我農莊演戲，想騙走我全部家當的時候，怎麼沒想過回到以前？現在被王強甩了，走投無路了，就想起我了。他當我是什麼？是他人生失意時的備胎，還是一個可以隨意丟棄和撿回的垃圾回收站？我冷冷地看着他。趙雅，你記不記得當初你跟我分手時說過一句話？他愣住了，抬起頭，茫然地看着我。我提醒他，買個死人坑，你想拉着我一起要飯，現在這個死人坑變成了金飯碗，而你卻成了那個快要飯的。你說這是不是很諷刺？我的話像一把最鋒利的刀，剝開了他最後一點偽裝。他的臉色變得慘白，眼神裡充滿了絕望和怨毒。他知道我們之間再也不可能了。
我不再理他，轉身就走。身後傳來他歇斯底里的哭喊和咒罵。我沒有回頭。趙雅的出現像是一顆投入水中的石子，雖然激起了漣漪，但很快就平復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農莊的經營上，我擴大了果園的規模，引進了更多新的品種。我還建了幾個現代化的蔬菜大棚，保證一年四季都有新鮮蔬菜供應。農莊的餐飲部也推出了更多特色菜，比如金湯魚頭、果木烤雞，都成了爆款。我的生意越來越好，名氣也越來越大，甚至有外省的投資商慕名而來，想要加盟我的原生態農莊。我成了我們縣裡名副其實的明星企業家，而我媽依然每天都來。她不再只是在門口觀望，她開始在農莊裡找些活幹，掃掃地、除除草、餵餵雞。她不跟任何人說話，只是默默地幹活。農莊的員工都認識她，知道她是我媽，誰也不敢攔她，也不敢說她什麼。我就這麼看着她，看着她原本保養的還算不錯的雙手，因為幹粗活變得粗糙，甚至裂開了口子。看着她日漸佝偻的背影和越來越多的白髮，我知道她在用這種方式向我贖罪。有一天下起了大雨，我從辦公室的窗戶看出去，看到她還在果園裡冒着雨給新栽的樹苗加固支架，雨水打濕了她的頭髮和衣服，她渾身濕透，看起來狼狽又可憐。那一刻，我心裡的那塊堅冰終於開始融化了。我拿着一把傘走了出去，我走到她身後，把傘舉過她的頭頂。她感覺到頭頂沒有了雨，回過頭看到我，愣住了。下這麼大雨，還幹什麼？不要命了？我的語氣還是有些生硬，但她聽懂了。她看着我，眼圈一下子就紅了。浩子，她想說什麼，卻被喉嚨裡的哽咽堵住了。我把傘塞到她手裡，回去吧，換身乾衣服，別感冒了。說完，我轉身就走。我沒走幾步，身後就傳來了她壓抑不住的哭聲。那天晚上，我回家了。自從那天被打之後，我一直都睡在農莊。我推開家門的時候，我媽正坐在桌邊發呆，桌上擺着幾樣簡單的飯菜，還冒着熱氣。浩子，你回來了，快坐下吃飯，我給你熱熱。不用了，還熱着。我在他对面坐下，他給我盛了一碗飯，遞給我，我接過來，默默地吃了起来。那是我最喜歡吃的西紅柿炒雞蛋。我們倆誰也沒說話，飯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輕微聲響。一頓飯在沉默中吃完了，我放下碗筷，看着他。媽，他趕緊應聲。我說，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我媽愣住了，隨即巨大的喜悅和解脫讓她瞬間淚流滿面。好。我知道我們母子之間那道最深的裂痕，在這一刻終於開始愈合了。雖然傷疤還在，但至少我們又可以重新開始了。和母親和解後，我的生活終於回歸了正軌，農莊的生意依舊紅火。我開始籌劃着開分店，把原生態的品牌推向更遠的地方。我媽也搬到了農莊來住，我專門給她收拾了一間陽光最好的房間。她不再幹那些粗活了，每天就幫着廚房摘摘菜，或者在農莊裡散散步，和客人們聊聊天，日子過得清閒又舒心，臉上的笑容也一天比一天多。村裡人對我家的態度也徹底變了，没人再敢說三道四，見到我和我媽都是一臉的敬畏和羨慕。至於那些曾經想從我身上吸血的親戚，我再也沒見過。聽說我大伯一家因為那次拘留，在村裡徹底抬不起頭來。我二叔和三姑他們也再沒臉登我的门。世界清靜了，真好。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又是1年。我的農莊分店在臨市順利開業，生意同樣火爆。我每天忙得腳不沾地，但也覺得充實。這天，我正在分店視察，接到了村裡一個員工的電話。電話裡他的聲音很古怪：“老板，趙雅她又來了。”我眉頭一皺：“她来幹什麼？把她趕出去？”“不是，老板，她帶了个孩子。”“孩子？”“是啊，一个男孩，看着大概1歲多點兒。他說那是你的兒子。”我當時就懵了。我的兒子？這怎麼可能？我和趙雅分手都快2年了，怎麼會冒出來一個1歲多的兒子？時間根本對不上。我立刻放下手裡的工作，開車往村裡的農莊趕。等我趕到的時候，農莊門口已經圍了不少人。趙雅抱着一個孩子坐在地上，哭哭啼啼。那孩子長得倒也眉清目秀，只是眉眼之間跟我沒有半點相似之處。我媽站在一邊，臉色鐵青，氣得說不出話。趙雅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抱着孩子就衝了過來。陳浩，你終於回來了，你快看看我們的兒子，他發燒了，你不能不管他呀。我看着他懷裡的孩子，又看了看他那張寫滿了算計的臉，只覺得一陣反胃。趙雅，你又想耍什麼花招？我沒有耍花招。他哭喊着，這就是你的兒子。你如果不信，我們可以去做親子鑑定。他信誓旦旦的樣子，讓圍觀的村民都開始竊竊私語。看那孩子，好像還真有點像陳老闆。這下有好戲看了。我媽氣得嘴唇發白，指着趙雅：“你這個不要臉的女人，你休想再來禍害我們家！”我攔住我媽，示意她別激動。我看着趙雅，眼神冰冷。好啊，做親子鑑定。我平靜的反應讓趙雅愣了一下，她可能沒想到我這麼爽快就答應了。我接着說：“現在就去，我聯繫縣醫院最好的醫生，結果出來之前，誰也別走。”我又看了一眼她懷裡那個滿臉通紅的孩子。孩子病了，先送醫院。
不管是不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我让员工开车带着赵雅和孩子直奔县医院，我则開着自己的車帶着我媽跟在後面。路上，我媽憂心忡忡。浩子，那孩子，萬一真是你的？不可能！我斩釘截鐵地說。媽，你別忘了，他是什麼時候跟我分手的？這孩子多大，時間根本對不上。那他為什麼敢這麼篤定，還敢去做親子鑑定？我媽還是不放心，我冷笑一聲。因為他賭我不敢，賭我會為了名聲私了，或者他在鑑定上早就動了手腳。到了醫院，我直接找了院長。院長是我的老客戶，知道我的為人。我把事情一說，他立刻就明白了。他親自安排抽血、化驗，並且保證整個過程絕對公開透明，不會有任何人做手腳的機会。抽血的時候，趙雅的眼神有些閃躲，我更加確定這裡面有鬼。等待結果的過程是漫長的。趙雅抱着孩子坐在走廊裡，一言不發。我媽陪在我身邊，坐立不安，而我卻異常的平靜。幾個小時後，鑑定報告出來了，院長親自拿着報告走到了我們面前。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趙雅，表情有些複雜。他把報告遞給我，陈浩，你自己看吧。我接過報告，直接翻到最後一頁，結論那一欄清清楚楚地寫着：根據 DNA 分析結果，排除陳浩為該名男嬰的生物學父親。我長長的鬆了口氣。我把報告遞給我媽，我媽看完，整個人都放鬆了下來。她指着趙雅，剛想罵人，我攔住了她。我拿着報告走到趙雅面前。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好說？趙雅看着報告上的結論，臉色瞬間變得慘白如紙。她一把搶過報告，翻來覆去的看，嘴裡喃喃自語：不可能，這不可能，怎麼會這樣？她像是瘋了一樣，突然抬頭，死死地盯着我。是你，一定是你動了手腳，你收買了醫生。我看着他最後的瘋狂，只覺得可悲。趙雅，事到如今，你還要演到什麼時候？我拿出我的手機，點開了一段錄音，那是剛才在等待結果時，我托人去打聽到的消息。那個王強早就跑路了，聽說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趙雅找不到他，就只能回來找陳浩了。那孩子就是王強的。錄音播放出來，周圍一片嘩然，趙雅的臉徹底失去了血色，她所有的謊言，所有的算計，在這一刻都被無情的戳穿。她癱坐在地上，抱着那個還在發燒的孩子，眼神空洞，像一個被抽走了靈魂的木偶。鬧劇又一次收場了，只是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加難看。真相大白，趙雅抱着孩子成了醫院走廊裡最大的笑話。我沒有再多看她一眼，我走到院長面前向他道謝，然後我從錢包裡拿出一筆錢交給護士。孩子的醫藥費從這裡扣，剩下的就當是給孩子買點營養品。不管大人之間有什麼恩怨，孩子是無辜的。做完這一切，我扶着我媽轉身離開，身後沒有傳來哭喊，也沒有咒罵，只有一片死寂。我知道趙雅這次是真的被徹底擊垮了。回到農莊，我媽還是心有餘悸。這個女人真是太可怕了，像個瘋子一樣。我安慰她，媽，都過去了，以後他再也不會來煩我們了。我相信我的判斷，一個人的尊嚴和信譽一旦破產，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果然，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趙雅。後來聽村裡人說，她帶着孩子回了娘家，她娘家的人嫌她丟人，把她趕了出來。再後來，就沒人知道她去哪兒了。她就像一滴髒水，滴進了人海，消失得無影無蹤。而我的生活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平靜和光明。農莊的生意越來越好，我的分店也越開越多。我成了我們省裡小有名氣的青年企業家，還當上了縣裡的人大代表。本以為好日子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王強的出現，徹底打破了這份平靜。王強是在一個傍晚回來的。那天我正在農莊核對賬目，員工跑進來告訴我說，村口來了輛破桑塔納，下來一個人，看着像是王強。我當時愣了一下，以為聽錯了。王強不是早就跑路了嗎？外面欠債那麼多，他還敢回來？我走到門口，遠遠就看到了他。那人確實是王強，但已經不是當初開寶馬、穿名牌的那個王強了。他鬍子拉碴，衣服皺巴巴的，整個人瘦了一圈，腳上穿着一雙沾滿泥巴的舊球鞋，一看就是在外面吃了不少苦頭。他的桑塔納破得叮當響，引擎蓋上都生鏽了，車門上還貼着幾張罰單。村裡人很快就圍了上來，對着他指指點點。王強倒也不在乎，大搖大擺地往村裡走，手裡還夾着一根最便宜的香煙。路過我農莊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下来，抬頭看了看我那塊金字招牌，他衝我咧嘴一笑，那笑容裡帶着一種說不出來的古怪。陈浩，好久不見啊！聽說你現在發財了？我沒搭理他，他又說了一句：別得意太早，你以為你那點秘密能瞞多久？說完，他鑽進破車開走了。我站在原地，心裡湧起一股不安。他說的秘密到底是什麼？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着。我媽看我臉色不好，晚飯的時候一個勁兒的給我夾菜。她終於還是忍不住問了我：浩子，你今天看見誰了？怎麼魂不守舍的？我不想讓她擔心，搖了搖頭，說沒事。可我媽不傻，她在我臉上看了半天，嘆了口氣：是王強回來了吧？村裡人都說了。我沒吭聲。我媽放下筷子，眉頭皺得緊緊的。那小子不是個好東西，當初趙雅就是被他騙走的，現在他回來肯定沒安好心。浩子，你得防着他。
我點了點頭。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院子裡抽了半包煙，月光很亮，照得魚塘的水面波光粼粼。那口魚塘是我一切的起點，如果沒有它，我現在可能還在工地上搬磚。王強不會無緣無故的回來，他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混不下去了，跑回來肯定有所圖。但他圖的是什麼？我的農莊還是別的什麼？我決定明天一早就去查一查這小子的底細。第二天，村裡就開始有閒話傳出來了。先是有人說我當初買那口破魚塘的5萬塊錢根本就不是自己的積蓄，而是從工地上偷來的。接着又說我根本沒有中什麼彩票，那些錢來的不明不白。這些話傳到我耳朵裡，我一下子就聽出了味道。這分明是王強在搞鬼，他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混不下去了，跑回來想從我身上咬塊肉。但他不直接來，而是先在村裡放風，想把我的名聲搞臭。更離譜的话還在後面，有人開始說那魚塘底下壓着東西，是當年那個淹死的人的怨氣。我把那東西挖走了，破了村裡的風水，所以才能發財。說白了，我發的是斷子絕孫的横財，遲早要遭報應。這種話在農村傳得最快，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娘，一聽就信。沒過2天，整個村子都在議論我。我去村口買包煙，老闆看我的眼神都變了，好像我身上帶着什麼晦氣。我媽急得團團轉，跑來問我：耗子，他們說的都是真的嗎？你老實告訴媽，那錢到底是怎麼來的？我哭笑不得，當初那筆錢的來歷，我比誰都清楚，但我沒法跟媽說實話，我只能告訴她，那些都是王強造謠，讓她別信。但我心裡清楚，事情沒這麼簡單，謠言越傳越邪乎，農莊的生意明顯受到了影響。之前定好的幾個團建活動，客戶打電話來取消了，說怕不吉利，就連一些老客戶來吃飯，眼神也變得怪怪的，像是在看一個發了橫財的暴發戶。有個熟客甚至悄悄問我，是不是在外面搞了什麼歪門邪道。我心裡煩躁，但表面上還得裝得雲淡風輕。越是這種時候，越不能自亂陣腳。那天晚上，我正在辦公室盤算着怎麼應對，手機響了，是我那個在縣城開餐馆的朋友老周打來的。耗子，有個事兒我得跟你說。王强这2天在县城到處打聽你的事兒，去了3趟縣檔案館，還去找過當年賣給你魚塘的那個老頭的兒子，你小心點。我心裡咯噔一下，當年那老頭賣完魚塘就搬到外省去，他兒子劉全還在縣裡，王強找他幹什麼？我問老周還知道什麼？老周說王强不知從哪淘到了半張舊图紙，看着有些年头了。他這幾天一直在魚塘周圍轉悠，拿個手機到處拍。耗子，你那魚塘底下是不是還有什麼東西？握着手機的手不自覺地緊了緊。圖紙、魚塘，我腦子裡嗡的一聲，那些小黃魚，當初我只挖了1壇就把塘給填了，難道底下還有別的東西？掛了電話，我走到窗前，看着夜色裡那片魚塘的輪廓，水面上泛着月光，平靜得像是什麼都沒發生過。我不敢往下想，如果魚塘底下真的還有別的東西，而王強已經知道了，那後果就嚴重了。第2天一早，我開車去了縣裡，直接找到了劉全，他在菜市場賣豆腐，一見是我，臉色就變了。我把事情挑明了說，問他王強到底找他問了什麼。劉全支支吾吾半天，最後才說實話。王強給了我2000塊錢，問我爹臨走前有沒有留下什麼東西，我說有，他就讓我給他看看。我問什麼東西？劉全從櫃檯底下摸出一個鐵盒子，打開給我看，裡面有幾張泛黃的紙，最上面那張畫着一個粗略的地形圖，上面標注了幾個紅圈，我一看就認出來，那正是我魚塘的位置。紅圈標注的地方就是我當初挖出金壇子的位置，旁邊還有2個沒畫圈的記號，我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這是當年地主家留下的藏寶圖，我爹那輩人傳下來的，一直不敢聲張。劉全跟我說，他爹當年就知道魚塘底下有東西，但膽小不敢挖，後來實在缺錢，就把魚塘賣了，急着搬走。我問他，王強知道這些記號的意思嗎？劉全點了點頭。我閉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氣，原來如此，王強根本不是來造謠的，他是來挖金子的。他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不知道從哪聽說了魚塘藏寶的事，就跑了回來。他故意散布謠言搞臭我，是想讓我分心，好趁我不備把剩下的小金壇偷走。這個王八蛋！我問劉全，那2個小壇裡裝的什麼？劉全搖了搖頭，說不知道，他爹也沒打開過，只聽老一輩說是小黃魚，就是金條。我問他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劉全低下了頭。陳老板，對不住，我是見錢眼開，收了王強的錢，但我後來越想越害怕，私挖文物是犯法的，我正愁該怎麼辦呢，你就来了。我把藏宝圖拿在手裡看了看，图紙泛黃發脆，上面的墨跡有些模糊，但幾個紅圈和記號依然清晰。右下角有一個模糊的印章，像是某個地主家的私印。這是文物，不管裡面裝的是什麼，都屬於國家。我把图紙還給劉全，拍了拍他的肩膀。這事兒你做得對，剩下的交給我，別再跟任何人提起了。走出菜市場的時候，我的腦子裡已經有了一個計劃。我連夜去了派出所，把事情的來龍去脈15、10地跟警察說了，當然隱去了我當初發現金條的具體細節，只說我後來從一些舊文獻裡得知，那魚塘是民國時期一個大地主的藏寶點，現在有人要來盜竊地下文物，警察很重視，縣文物局的人也來了。
查看了刘全那張舊图紙，確認魚塘地下可能還有民國時期的遺留物。我們商量了一個方案。接下來幾天，我故意放出消息，說我要去省裡開會，農莊要關門3天。王強果然上鈎了。那是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王強帶着2個人，拿着鐵鍬和麻袋，鬼鬼祟祟地摸到了魚塘邊。他們以為我走了，農莊裡沒人，正是下手的好時機。他們剛動手挖了沒幾下，埋伏在4周的警察就衝了出來。不許動！警察！手電光從4面8方照過來，把王強3人照得无處遁形。王強當場就癱在了泥地裡，臉上的表情精彩極了。他身邊那2個人想跑，被警察按了個正着。站長！我站在農莊2樓的窗口，冷眼看着這一切。王強被押上警車的時候，抬頭正好看見了我，他的眼神裡充滿了怨恨和不甘，像條毒蛇。王強因盜竊未遂和涉嫌破壞文物被帶走了。這一次沒有15天那麼簡單。警察後來告訴我，王強在外面欠了近100萬的賭債，被人追得走投無路，才跑回來打魚塘的主意。他身邊那2個人是他雇來的混混。魚塘底下那2個小潭，後來文物局的人挖出來了，裡面確實是小黃魚，總共20根。按文物保護法，這些東西上繳了國家。文物局還給我送來了一面錦旗。我媽問我，當初那50萬啟動資金是不是也跟金條有關？我看着她，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只是笑了笑。她嘆了口氣，拍了拍我的手。耗子，媽不管那些錢是怎麼來的，媽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這世上的錢多少是個夠，你現在的日子已經很好了，別再冒那些險了。我點了點頭，他說的對，那口魚塘改變了我的一生，但也給我帶來了無數麻煩。如果沒有他，我不會失去趙雅，不會和我媽產生裂痕，更不會被王強這種人盯上。但如果沒有他，我也不會擁有現在的一切。人生就是這樣，福禍相依，你得到了一些東西，就注定要失去另一些。我走到魚塘邊，看着那汪清澈的碧波，水面如鏡。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涼了，但味道正好。